我们在维修电磁炉的时候，其实呢，像电磁炉主板上面的这个 IGBT 坏的是最多的。它坏了以后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它内部软击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电磁炉出现的症状呢就是电磁炉不能正常加热。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 IGBT 内部击穿挡路，像这种情况呢就会直接烧保险。然后电磁炉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不通电。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准确的判断是不是这个 IGBT 坏掉了。其实呢，判断它的好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这儿呢有两个 IGBT， 一个坏的，一个好的。我们先来测量一下。首先呢，我们把温阳表调到2极管档，然后分别测量 IGBT 的3个阴角。听一下，直接这2个阴角就是击穿短路了，是吧？然后再测量别的，也是击穿短路的状态。IGBT 损坏以后啊，一般的都是2个阴角击穿短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3个阴角击穿短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坏的。然后呢，我们再测量这个好的。IGBT 它的内部呢结构分为2种，一种呢是有阻尼二极管，另外一种呢是没有阻尼二极管。大部分的 IGBT 它的内部是有个阻尼二极管的，它就连接在2角和3角之间。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温阳表的黑表笔接在中间这个阴角，就是第2角上，然后红表笔测量第3角。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温阳表上面有个 0.446 的一个正线压降。然后呢，我们把温阳表表笔再返回了，颠倒一下，红表笔接在中间阴角，黑表笔接在第3阴角。这个时候呢，是温阳表上面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是不导通的。然后呢，我们接着再来测量另外3个阴角，它都不应该导通。如果导通，就说明了这个 IGBT 它是个坏的。然后黑表笔接第1阴角，红表笔分别再测量这2个阴角，看一下都没有任何阻滞，是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出这个 IGBT 它是一个好的。但是呢，这种方法也不能100%准确的。像一些不带阻尼二极管的IGBT， 我们测量的时候，这3个阴角无论怎么测量，它都不应该是导通，不应该有任何阻滞。像这种 IGBT 最准确的判断方法呢，我们首先需要用一个这样的9伏电池，用这个方法来判断它的好坏是最准确的。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方法的操作。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温阳表里边的9伏电池，这儿呢是正极，然后呢这儿是负极。我们把这个 IGBT 呢，就是1角和2角分别连接在这个电池上面，就是1角呢接电池的正极，2角呢接电池的负极。我们先这样，就这样碰一下，之后呢，我们用温阳表在这测量，还是测量2角和3角。我们看一下温阳表，听，直接就是导通了，是吧？经过一个给它个电压触发过之后，2角和3角能导通。然后呢，我们再来触摸一下2角和1角，或者是1角和3角都是可以的。触摸完以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既然能导通，再测量一下它能不能截止。看，已经截止了，是吧？不导通了。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这个 IGBT 它就是个好的。用这种方法判断 IGBT 好坏是最准确的。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把它扔了。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作用。今天视频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充电线呢坏的部分呢，一般都是这个小头部分坏掉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用剪刀把这小头这部分给它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内部呢是有4条线。我们呢主要就需要用这2条线，就是一个红色和一个黑色，其余的这2条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用的，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给剪掉。然后呢，我们首先把这个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 ，OK， 然后把这个充电线呢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再插在电源上面。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手机的
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这个工具呢，可以修复家里的这种锂电池。像锂电池呢，使用比较多，长时间使用有些情况呢，就是它亏电了，或者是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是充不了电的。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这个电池呢，它也就饿死了，所以说呢，也是充不上电的。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一只就是充不上电了。我们先看一下，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这个充电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放上去看一下，看是不能充电的是吧？正常充电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红颜色。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强制充上电，给它激活一下。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了。红色的这个连接电池的正极，黑色的负极连接电池的负极。就这样，大概充了10秒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一般都是可以充电的。如果不能充电，我们就需要呢，接着还需要这样给它再充个10秒钟。大概呢，现在已经充了10秒钟了，咱们看一下这个电池能不能充电。如果不能充电的情况下，还需要接着再我们看一下指示灯变成红色，就说明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修复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电线的第二个非常好用的作用，就是呢，我们先看一下家里边这种常用的电池。看一下，这个是纽扣电池，然后这些呢就是一般遥控器上使用的。当这些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如果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买，或者是不方便买的情况下，我们呢也是用它可以给这种电池强制充电来作为应急使用，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种电池吧。没有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样这两个就是黑色的是电池的负极，我们把它接在电池负极上面。红色的正极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也是一样就这样大概个10秒钟就可以了。这样给它充完电池以后呢，它就可以接着再用了。作为应急方法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3种好用的方法，就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充电器它是个5伏的电压，然后呢，像家里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或者一些别的产品上面用的这个电源适配器呢，时间长了后很容易坏。我们看下，这也是一个5伏的。当它坏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用它来代替的，方法也是一样首先我们把这个坏掉的这个东西呢，不要扔，也是一样把这个线呢给它剪断，剪断之后就这个样子的。它的内部呢就2条线，也是一个黑色一个红色。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一条线，黑色接黑色，红色接红色，接好之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之后也是完全可以代替这种适配器来使用的。这种我们用这种手机充电头来代替它更耐用，因为我们可以看这种适配器一般最多就是500毫安或者是1安的。像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最少是1安，还有一些就是2安的，所以说呢，它更耐用一些。其实呢，手机充电线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在生活当中，这种纽扣电池使用是比较多的，但是它如果没有电了，能不能给它充电，接着再用呢？今天视频咱们一起来做个实验。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像这种纽扣电池，一般的都是2032，这种电池都是3伏的电压。然后呢，咱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就是没有电了，指示灯不亮，时间太长了，没电了。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池呢也是一样的，型号和它是一样，都是2032，电压是3伏的。现在咱们用弯表来测量一下这块电池，看它现在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彻底没有电了。给大家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的电压，现在是0.25伏，这电压明显就是彻底没有了，没电了。咱们来试验一下，看能不能给它充上电。如果能充上电的情况下，应急来使用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是买一块电池的情况下，也没多少钱，但是呢，买电池可能需要浪费时间，有可能是离商店比较远。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如果可以充电的情况下，应急就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给电池充电需要的工具呢，就是一个手机的充电头，然后呢再准备一条手机的充电线就行了。一般这种坏的手机充电线大家一定不要扔我在我的很多视频里面都给大家讲解过，这种充电线是有很多的功能它是可以给锂电池激活充电的。
像这种充电器呢，坏的一般都是插在手机上那比较小头的部分，一般容易坏。把它剪了以后呢，内部是4条线，只需要呢用黑色的和红色的这2条就行了。黑色的是5伏的负极，红色的是5伏的正极。为了操作方便呢，我在这儿呢接了2块磁铁。好，就需要这些工具就可以了。然后呢，操作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就把这个插在充电器上面，然后呢，把它插在电源上面。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纽扣电池，这个大的这面呢有个加号，这儿呢就是它的正极，然后呢背面这儿没有字的就是负极，正负极一定要弄对，不要弄错了。然后咱们把这个红色的正极，接在这个正极上面，然后负极呢接在电池的负极上面，就这样给它充电就行了。充个2-3分钟以后啊，咱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电压，一般这个电压就会有所上升，一般都可以充好它。咱们来测试一下。好，现在呢已经充了有2分钟时间了，咱们再测量一下，看它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能达到3伏，就可以不用给它充电了。看看有没有充上去。现在你看到没有？电压已经3伏了，现在是2.99。正常这个3伏的这个电池呢，给它充满电后呢，它可以达到3.3伏。现在呢，咱们就还是一样啊，还是老方法，给它接着再稍微充一会儿，再充个1分钟。大概呢就是没有电以后呢，给它充个3分钟，一般呢都能充到3.3伏，就能把它给充满。咱们接着再来充1分钟，然后呢再来测试一下。好，现在呢我好像充的时间过长了，又充了有2分钟了，好像这个时间，咱们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充满了没有。如果充满了以后呢，咱们就装到上面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能不能用。现在我靠，这个电压有点太高了是吧？3.7了都。咱们装到这个遥控器上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用，指示灯亮不亮？没问题是吧？你看一下指示灯亮了，说明确实电池上面是有电的。然后呢，咱们把它抠下来，接个这样的小灯珠来试一下，也是没问题，可以点亮的。不知道这个电池它的电量耐用不耐用还不知道，这个呢需要下一步来测试啊。有一些新手朋友在使用这种手电钻的时候，钻这种钢板，往往呢就是一个眼没有钻透，就把钻头给烧坏了。烧坏以后呢，无论再怎么钻，它也是钻不了的，因为钻头已经坏了，是吧？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操作方法不对。如果操作方法正确了以后呢，一个钻头啊，就是能够钻很多的这种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手来操作的时候呢，一般呢都是这样的，把这钻头呢放上去以后啊，直接就这样钻，这样是肯定不行的，钻不了的。因为这个铁它的密度特别大，它不像钻木头，如果钻木头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就可以钻下去。像这种铁的东西，钻它的时候是有一部分技巧的，只要掌握了它的使用技巧，像这种厚的钢板，然后还有不锈钢，都能很轻松把它们给钻透。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手电钻，轻轻的点一下这开关，看这个速度转的就比较慢，是吧？当把它给按下去的时候，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灵活运用它这个快慢速度。如果呢是钻木材或者是塑料的东西，密度比较低的东西呢，可以用这个电钻，像这种快的速度来钻它。看到没有？一下子就钻下去了。为什么钻这种东西可以速度快，一下子钻下去呢？因为它的密度低。如果像钻这种铁的情况下，就不能这么快的速度了。因为这种铁的材质它的密度高，钻的如果特别快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就是钻头和它之间的摩擦力就非常的大，然后越大呢，它这个温度就越高，然后呢就很容易烧坏手电钻上面的这个钻头。所以呢，我们在钻这种厚的钢板的时候，一定要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在钻的时候呢，一个手呢要把握住这个开关，另外一个手呢要用力按住这个电钻，使劲往下面按。然后呢，钻这个速度呢不能让它太快，太快的话就容易烧坏钻头，稍微速度让它慢一点。看一下，就是钻一下，稍微停一下，就这样往下钻。OK， 咱们看一下，已经钻透了是吧？
这么厚，这是一个9毫米厚的钢板，轻松钻透，是吧？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钻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看钻头没有问题。用这个方法呢，无论是钻10个8个的，30个20个眼儿，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呢，钻头呢也不是特别的发热，只有一些温热的感觉。在机械加工的地方抬钻大家都见到过吧？这个原理呢都是一样的。操作的时候呢，就是往下面用力压这个钻头，然后呢它那个转速也是比较慢的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转速比较慢，不能让它转速太快了。如果转速太快，然后在不往下用力压这个钻头的情况下，它只能就会产生一个空转啊，只在表面摩擦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这个高温，然后就把钻头就给烧坏了。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钻不锈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很轻松啊，不需要滴酱油，轻轻松松就把这不锈钢钻透了，是不是非常的快？然后钻头还是一样，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方法特别的实用。像这些老旧音箱没有蓝牙功能，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实呢，只需要一个这样的蓝牙小板，插2天线就可以让老旧音箱变成是一个蓝牙音箱，而且呢，这个音质还非常好听，它是一个双声道立体声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然后咱们看一下音箱的后面都是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的，包括这个音箱也是一样，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然后呢，找一个就这样这个连接电脑的这个1分为2的这个音频线，然后呢把它线给它连上去，插线以后，然后这边呢就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呢把它插在这个小板上面就行了。这儿有个耳机插口，插上就行，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下一步呢就在这儿给它连上电就可以了，就是手机的充电线，安卓口的，看一下就这个口，给它充上电，这是给它提供供电的。OK， 看现在这个指示灯亮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蓝牙小板已经工作了。然后打开手机的蓝牙，搜索到这个小板，这个就是搜索到以后，然后直接就可以放音乐了。好，显示已连接，然后放个歌曲来听一下，声音已经有了啊。听一下，这音质还是非常好听的啊。在通电的情况下，尽量呢不要手摸这个小板，如果手摸它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这个小板给弄坏，这样听歌实在太方便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板放在外面不合适，感觉不美观，也不好用。如果假如像这个音箱经常去户外使用的情况下，带这个小板确实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板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给装到音箱里边的。首先呢，把这个后边这个给它打开，拆完以后呢，给它先放一边备用。然后呢，给这个小板焊几条线，这儿呢是电源线5伏，这儿是5伏的正极，中间这个音角，然后这个 JND 是5伏的负极，先来点焊锡，然后把这个红线作为是正极，焊在中间这5伏这儿，灰色的这条线负极焊在边上，然后呢再焊一下音频口，音频口这儿呢是3条线，还是一样，先来点焊锡，3个点都来点。L 和 R 是左右声道，先焊2条白色的线，然后这个 AJND 是音频的公共负极，焊一条灰色的线。焊好以后，就这5条线，然后呢，给蓝牙小板5伏的供电给它接上。在这个板子上怎么找5伏供电呢？首先呢，就是王表的黑表笔接在一个电容的负极上面，先找个滤波电容接在负极上面，然后这个红表笔分别来测量这些音角，看哪个是5伏。在这儿呢，我已经找到了，就这边这个音角就是5伏，咱们测量一下，看，现在电压是4.95，照旧5伏。现在呢，就把这个供电先给它接上去，然后呢，就再接另外的3条线音频输入，
先看一下这板子上面这2条就是音频输入线，然后呢，在这边中间的这个就是它的公共地，然后这2个呢就是左右声道，把线给它焊上去。好，接好线以后呢，然后连上蓝牙，播放个音乐来听一下，没问题。到最后呢，把这个小板给它安装在音箱里面就可以了。今天修一个飞科剃须刀，它的问题呢是不能充电，插上电源线以后，看一下指示灯是不亮的，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我一个邻居送过来的，他说以前昨天嘛使用还是正常的，然后今天呢就给他充电，充不上去了，没有任何反应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都是内部充电线路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检查的时候呢，首先也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看有没有问题，看一下这儿有没有电。它上面这条线呢只是一个电源线，并没有电源适配器，就这样的。插上电以后，主要就是测量一下，看这上面有没有220的电。一般时间长了以后，这条线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这电呢是有的，235伏，说明这个电源线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剃须刀上面，我们现在呢就需要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上面这儿有一颗螺丝，然后呢把这儿打开，这儿还有一条螺丝，把这2条螺丝都卸掉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刀头给它拿下，现在呢就可以把它盖子打开了。先看一下内部电子元件，这是一个电动马达，这2节是电池，然后这是一个小变压器，这2个是电容。现在呢咱们先把这个板子给它拆下来，然后看一下板子反面还有些什么电子元件。这几个是贴片电阻，这一个是电容，然后这是个3极管，然后还有2个贴片2极管。遇到这种不充电的情况，首先检查一下这个插座，这个插口，然后还有一些连线部分有没有开焊，如果有开焊肯定是充不上电的。这个呢并没有发现啊，它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就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些贴片电子元件，看有没有明显烧糊或者一些就是开焊虚焊的，这样呢也是没有发现。然后这边这几个电子元件呢，从肉眼看着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就先看一下，先捋一下这条线啊。电源线从这儿进来之后，然后呢经过2个贴片电阻，一个2极管，然后呢进到这个变压器的初级，这是变压器。然后呢另外一条电源线进来之后，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呢到这儿也是进入到这个变压器的初级。我们先检测方法有2种，一种呢就是给它通上电源线，然后呢用腕表来测量一下这个变压器初级有没有电。如果初级有电，后边没有电，那应该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其实呢这变压器坏的是比较多的。如果初级没有电输，没有电压，那就说明啊是这前面这几个电子元件有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检测方法，就是用腕表的风鸣档，在这个不通电的情况下来测量一下这个变压器它的线圈看有没有问题。先测量一下这个初级线圈，并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吧？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开路引起的，你看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再测量一下它的次级部分，看它是导通的，现在就可以判断是这个变压器有问题了。咱们把这个变压器给它拆下来，来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拆下来以后看一下，这儿呢明显有腐蚀的地方，因为这个初级线圈呢比较细，它腐蚀以后呢，这个线就很容易腐蚀断了以后它就不能使用了。然后这个次级部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用刷子把这给它清一下，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线圈。如果是它断了，其实呢想办法给它接上，这个变压器还能接着再使用。如果找一个这样的小的变压器，其实还是不好找的。清理干净后，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一条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断。然后断的呢是边上的这一条，看一下它这个线呢只到这块，然后呢再往上这一节已经没有了，腐蚀断了。现在呢咱们给这个变压器给它修复一下，一般还能接着再用。现在把这个线头已经拨好了，找一个气包线，就这样的气包线，先把外边这层漆给它都烫掉，然后把它这一头先缠在变压器的这个接线柱上面，缠上去以后，然后呢到最后再焊接这个位置，就是这么简单啊，就修好了。现在呢先用腕表测量一下，看一下这变压器能不能使用，还是测量这2个银角。
没问题是吧？已经打通了。现在咱们把它给装上去，来测试一下。费了半天劲来测试一下，看一下结果，没问题啊，可以正常充电。维修的时候呢，就是这么神奇，不一定呢非得换元件才能修好它。现在这个年代呢，居然还有人忘记了自己家的 WiFi 密码，不会查密码是多少。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只需要1分钟时间就能知道自己家的 WiFi 密码是多少。操作呢，第一步首先把手机打开，然后上面有个设置，先打开上面的设置，然后找到这个 WiFi 设置，把它给打开。打开以后，这个就是自己家的 WiFi。然后呢，在这个连接的这个名称后面点一下这个箭头，点完之后这儿是有一个二维码的，然后把这二维码截屏保存一下，或者呢是用另外一个手机来扫描一下这二维码。我这呢就用这一个手机给大家来操作。首先呢，把这个先给它截一个屏，截个图。好，截完图以后，把这儿返回，然后呢，打开手机上的这个微信，打开以后，然后点上面的加号，这儿有个扫一扫，点开它，然后呢，在这儿选择这个相册这儿点开它，找到刚才截完的这个图片。点开它，然后呢，在这儿就会扫描出来一些这些英文数字啊，字母或者一些数字。扫描出来的这些数字呢，如何看它的密码呢？先看一下前面这些字母，就是 WiFi 它的名称，然后 WiFi 的密码呢，可以看一下，这儿有个 P， 后边有个冒号，然后这儿1、2、3、4、5、6、7、8，后边又有个冒号，在这2个冒号中间这一部分就是你们家的 WiFi 的密码。然后咱们来验证一下，看一下刚才那个 WiFi 密码正确不正确。先找一部没有连接 WiFi 的手机，然后呢，先把这个 WiFi 打开，找到刚才的那个 TP-Link 0176的这个 WiFi， 点开它，然后呢，输上刚才的密码1、2、3、4、5、6、7、8，输完之后，然后连接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上去。我们看一下，直接都可以连接上去了吧？现在就可以说明这个密码是正确的。如果这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家里边的一台路由器穿过2堵墙之后啊，就会变得信号比较弱。我们在上网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就会经常的出现卡顿。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买一台路由器，如果家里边有旧路由器的话，也可以使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这个路由器无线连接上我们这台主路由器。无线连接的方法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先要给这个路由器给它先通上电。我们这台新路由器后面写着有一个无线名称，它写着 TP-Link EEFE。现在我们打开手机来搜一下这个无线信号，打开 WiFi 连接。在这儿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就这个名称，它是默认没有密码的，我们把它连接上。连接上之后，直接就跳出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如果没有跳出，我们可以看一下路由器背面，它有个管理网址的，就这个管理网址，用手机浏览器自带的或者下载的浏览器都是可以的。输上这个网址，点确定，进去之后，它也会变成这样，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在这儿我们需要设置一个路由器的管理密码，这个管理密码它不是路由器的 WiFi 密码。我们如果设置好以后，下次如果忘掉了，我们把路由器再给它恢复一下出厂就没有了。设置完以后，到这儿我们选择跳过万口检测。上网方式我们选择一下，选择自动获取 IP 地址。好，我们到这儿再下一步。这儿是让输入 WiFi 密码的，我们不需要设置，我们点确定，不加密，然后我们点下完成。现在还没有设置完，我们开始设置让他们桥接。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随便个浏览器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在输入网址的地方，我们输入这个管理 IP 地址 tplogin.cn， 输完之后我们选搜索，
这样就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我们选择网页版，这就输入我们刚才设置的密码，管理密码123456788，点确定。进来以后，我们看一下下边有个应用管理，我们点开这个应用管理，然后这儿有个无线桥接，点击进入，开始设置。它现在正在扫描附近的 WiFi， 已经扫描出来2个，上面这个 WiFi， 这个 WiFi 就是我主路由器的 WiFi， 我们选择把它连上，前面圆圈这儿我们点一下，然后就需要输入我们家里边路由器的密码了。那个路由器它的密码是这个，我们给它输上。输完之后，我们选择下一步。现在是正在连接。到这儿以后，我们选择下一步。这儿显示无线名称，无线名称就是我们那个旧路由器它的无线名称，密码也是它的密码，我们不需要给它改动。我们点一下完成。现在正在保存数据。连接好以后，我们就回到 WiFi 的搜索 WiFi 的界面，我们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已经没有这个新路由器这个 WiFi 的名称了。如果没有它的名称，就证明已经桥接成功了。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家里边实现这2个路由器之间直接漫游了。家里这些闲置的电池不要把它扔掉，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接2条线，就会变成是一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是非常的实用。这2节电池是我从插卡小音箱上面更换下来的，像这种电池呢都是锂电池，它是可以循环来充电的，用它做充电宝还是很不错的。关键是这个电池啊不需要花钱买，对于要求不高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呢再看一下这块电池，这是一个手机电池，我是从华为手机上拆下来的，也是更换过的电池。这个电池呢我们看一下是原厂电池，然后这电池呢看一下已经鼓包了，像这种电池就不能使用了，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电池。这个呢也是从手机上拆下来的，但是呢它是没有鼓包的，它是可以使用的。我们用这个电池来制作充电宝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上面的保护板给它拆下来，不需要用上面的保护板。如果用这种18650的话就更加容易了，直接焊2根线就可以了。如果朋友们不需要焊线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花个1-2块钱买个这个电池盒，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电池盒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放在电池盒里面，看一下非常容易是吧。然后呢在做充电宝需要的一个充电板也非常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在网上买的，很便宜的，这个就是2-3块钱一个，其实人家还包邮。你说这个东西人家是怎么赚钱的，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电池盒上面是2条线，一个红色的线，一条黑色的线。红色的线就是电池的正极，黑色的就是负极。咱们现在呢就把它焊在这块充电板上面，然后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充电板，这2个是焊点，然后这儿是一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这儿是个减号，这儿就是负极。这个制作方法真的很简单，就这2条线，只要把它焊上就行。先把这个红色的正极给它焊在这个加号这儿，然后呢就把这个黑色的这个负极接在板的这个减号上面，这儿就是负极。焊好以后，这个充电宝就制作好了。看一下，就是这么的简单，就这么容易，是吧？然后呢，咱们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这个充电宝给它充电，能不能给这个电池充电。这上面是有2个口，这个是给它充电的，然后这个口是给手机充电的。咱们试一下，插上充电器，看一下能不能充电啊。插上去以后，看一下，它是有2个指示灯。充电的时候是个蓝色的指示灯，充完电以后，这个蓝色灯会灭，然后这个红灯会常亮。看一下。是可以正常给它充电的。然后呢咱们再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给手机充电。咱们插上手机充电线来测试一下，没问题是吧？可以正常充电。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是吧？只需要呢2、3块钱买个这样的小本，然后呢焊2条线就行了。好，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